你见过有人炫耀自己的残疾吗？你见过一个民族把耻辱当作荣耀，把腐烂当作传统吗？小脚能拿来炫耀，臭鞋能堆满门口，空调外机掉下来也能怪命不好。只要自己舒服，哪管别人死活；只要自己干净，就让别人去吞灰。这就是我们口中的传统美德，这就是我们炫耀的文化底蕴。我们口口声声说要复兴，可我们复兴的到底是文明还是陋习？你家的楼道口是不是也堆着让你无从下脚的臭鞋大阵？高楼上的花盆和空调机砸到路人的风险，他们真的可以视而不见吗？为什么在中国我们总是只想到自己，视别人如无物？今天我们继续读《丑陋的中国人》这本书。今天的读书章节中有以上问题的深入探讨。想听更多的内容，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。读完这本书之后，我还会就解读中国文化这个专题去分享更多相关的书籍。我们共同查杀掉自己头脑中的中国文化病毒，在个体精神层面做到文化出埃及，早日跃迁到现代文明的状态。让我们开始吧。炫耀小脚。抗战之前，博洋先生曾在报纸上看到过一位记者老爷的西北访问记。该记者大概是在十里洋场的上海长大，一旦到了甘肃河西走廊，对女人的小脚大为惊奇。该报道原文已记不得了，只记得大意是他访问了一位小脚老太婆。该老太婆谈起当初缠脚的英勇战斗时，正色曰：俺那村上有女孩子缠脚缠死的，也有女孩子缠了一半不肯缠的。该记者形容曰，当他说这些时，故意把他的小脚伸出炕头，似乎是在炫耀那些死亡的成绩。这段评语一直印在脑海。酱冈区炫耀传统文化，跟这位老太婆炫耀她的残废小脚，你说说看有啥区别？老太婆炫耀小脚是一种至死不悟，酱冈区炫耀酱冈则是一种至死不悟兼虚骄之气。孙观汉先生上周写了几个字，在一份他简记的真实杂志单页上曰，中国人在倒运时期心理上尚有这么多自夸自傲，我真怕走运时期来临。在这里加一句，在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之后，那些小粉红就飘了，吵吵着让外国人来抄作业，就特别幽默。好，继续回到这本书。孙先生显然对未来感到隐忧，不过欲知来世界，且看今世因。今世充满了自满自傲，绝不会有一天成为真正的大国。敬请放125个心可也。但孙先生的隐忧却发人深省。中国沦落到今天这种地步，真应该父母兄弟抱头痛哭，把过去的一切都搬出来检讨，然后吸鸦片的戒掉鸦片，吸海洛因的戒掉海洛因，推牌九的戒掉牌九，偷东西的戒掉偷东西，包妓女的立即把妓女遣散，病入膏肓的立即送进医院，害花柳病的立即拨打606，断手断脚的立即装上一支，然后一起下田，耕地的耕地，播种的播种，挑土的挑土，浇水的浇水，这个家才能兴旺。如果大家只会张着大嘴瞎嚷嚷，而嚷嚷的只是我们从前是多么好呀，恐怕只能限于过去好，现在可好不了，将来更好不了。摘自《猛撞酱冈集》。臭鞋大阵，其他国家所没有，唯独台湾所特有的就是臭鞋大阵。不管去谁家，都要攻破臭鞋大阵，才能登堂入室。上得楼梯之后，第一眼看见的就是每家门口都堆满了臭鞋。我说臭鞋只是观感上的，既不能一起拿起来放到鼻子上，当然不敢一杆子打落一船鞋，说每一只都臭不可闻也。但如果说它奇香，也应该查无佐证。每家门口都堆臭鞋，实在是20世纪10大奇观之一。有新鞋，有旧鞋，有男鞋，有女鞋，有大人的鞋，有儿童的鞋，有高跟的鞋，有低跟的鞋，有不高不低跟的鞋，有前面镂孔的鞋，有后面镂孔的鞋，有左右镂孔的鞋，有像被老鼠咬过到处镂孔的鞋，有类似博洋先生穿的100元一双的剑鞋，有类似台湾省议员陈逸秋先生穿的4900元一双的阔鞋。陈逸秋先生还有价值450元的阔头，那属另一个可敬范围。
心里有数，不必细表，群邪逼迹，蔚为奇观。这些臭邪所布下的臭邪大阵，跟契丹帝国萧天佐先生在三关口布下的天门大阵一样，暗伏奇门遁甲，诡秘莫测。于是有的邪仰面朝天，有的邪匍匐在地，有的邪花开并蒂，有的邪各奔东西，有的邪张眉怒目，有的邪委屈万状，有的邪相叠，有的则把守在楼梯之口，形成现代化的半马桩。主人之出也，先伸出脚丫，像无有穆桂英女士的降魔杖一样，在臭邪大阵中左翻右踢，前挑后勾，直到头汉与脚汉齐下，才算找到对象。客人之入也比较简单，但如果遇到像伯老这类朋友，袜子上经常有几个伟大的洞，就得有相当勇气才能开脱。而有些朋友则鞋上是有带子的，你就得耐心地观光他们撅起的屁股。如果属于千娇百媚，当然百看不厌；如果是属于老汉或讨债精之类，就无法不倒进胃口。尤其有幸或不幸的人，客人如果太多，一连串把屁股撅起，就更显示臭邪大阵的威力。然而臭邪大阵的最大威力还不在使人伸脚丫或撅屁股，伸脚丫撅屁股等于活动筋骨，也是有益于健康之举。问题是从臭邪中所宣传出来的那种意味，实在是一种灾难。从前南方蛮荒之地有一种瘴气，谁都弄不清瘴气是啥。有人说是毒蛇猛兽口中吐出来的，有人说是妖魔鬼怪布下的天罗地网。我想那分明是一种空气污染，人们冒失闯了进去，轻则头昏脑胀，重则一命归阴。而中国公寓中家家户户的臭邪大阵，使得整个楼梯从根到梢无处不熏人欲呕，可称之为公寓式的瘴气。一个人如果从2楼走上10楼，他至少要冲过18个臭邪大阵，而每一个大阵的臭味都是具有辐射性的，透过气喘如牛的尊鼻，深入咽喉和肺，积少成多，累胀成癌。恐怕现在坎沙尔大量增加，医院门庭若市的场面即与此有关。得坎沙尔也不严重，顶多死翘翘。严重的是，为啥外国都没有这种景致，而中国独有？沿梯而上，一堆臭邪连着一堆臭邪，既令不得坎沙尔，也会得鼻腔癌。纵是现代化大厦，走出漂亮的电梯，首先入目的就是一堆臭邪，实在百思不得其解。尤其是室内装潢的跟凡尔赛宫一样金碧辉煌，却狠心在门外堆起一堆臭邪。这似乎包含着一个严肃的课题：绝对的自私，且绝对的自卑。自私的是把自己都不能忍受的东西推到大门之外，叫别人去忍受；把自己看了就心乱如麻的玩意儿推到大门之外，叫别人去心乱如麻；把自己嗅了就会中毒的奇异怪味推到大门之外，叫别人去中毒。一切的一切，只想到自己，没想到别人；只想到自己的利益，没想到别人的利益。只要自己家里一尘不染，不管公众场合如何脏乱，只要自己舒服，别人就是栽倒在他的臭邪大阵之中，气绝身亡，他也毫不动心。自卑的是，对解决不了的事情，眼不见心不烦，乃居见感学的传统做法。只要俺家像个神仙洞府就好了。从前之人还扫一扫门前雪，现在不但连门前雪不扫，还把自己家里的雪堆到那里。古诗云：双手推出门外月，分phủ梅花自主张。现在则是一脚踢出臭邪阵，推给别人胃溃疡。60年前的事了，那时伯阳先生年纪方轻，有一次去探望一位朋友，他慷慨大方，举世无双，当下就买了4两排骨请客，预备叫伯阳先生过过馋瘾。他太太不知道怎么搞的，一不小心把那块伟大的排骨掉到茅坑里。该朋友不动声色，用竹竿好不容易把它捞了出来，洗了一下，照样下锅，一直等到酒醉饭饱，他才宣布真相。那时的伯老已经十分聪明，念过杨学堂的卫生之学，立刻就要往外呕吐。他跳起来掐住我老人家的脖子，吼曰：咽下去，咽下去，眼不见为净，这都不懂，
还上洋学堂嘞。那一次我可真是咽下去，一则舍不得吐，一则被他掐得起紧，吐不出来。这事早已忘光，最近碰见大批的现代化的臭血大阵，家家户户都在眼不见为净，才觉得肠胃有点不舒服。这次活该他何老将。为别人想一想，在中国只拼命想到自己，视别人如无物的现象多如驴毛。对方如果竟然胆敢证明他也存在，而且有独立的人格，麻烦可就大了。小者吵嘴，大者打架，再大则一顶帽子罩下来，不是说你小题大做，就是说你惹是生非，不是说你不知道安分守己，就是说你不知道温柔敦厚，乱发牢骚乱骂人。而乱发牢骚乱骂人者，一一都在卷宗里，后果堪哀。伯阳先生安居汽车间中，将近10月，头顶之上都是富贵之家，而就在2楼阳台的栏杆外面，屋主支起铁架，在上面放了一排盆景。盆景赏心悦目，当然妙不可言，但该屋主每天都要浇水2次，而且每次都要浇得淋漓尽致。有一次酷日当空，伯老在门前买了一碗豆花，蹲在那里正吃得起劲，忽然大雨倾盆，倾了我一头一脸。刚吃了半碗的豆花，也当当壶变成满碗，心里诧曰：这是何方神圣，赐下这种宋江式的及时之雨？抬头一看，原来能源出在浇花上，而屋主老爷已经龟缩在岸，不见踪影。我本来要大声开骂的，怕骂了要挨揍，就没有骂，又想上楼找该家伙理论，心里一想，我这个3无牌恐怕不是对手，只好作罢。于是不久我就练就一种3级跳的奇功，只要他阁下手提喷壶抛头露面，我就一跃而入或一跃而出，身上滴水不沾。这种栏杆上列盆景的奇观，在公寓式的楼房之上几乎触目皆是，有些更前后夹攻，在屋屁股的阳台上也罗列一排，则下面晒的衣服就要遭殃。而且日久天长，铁架生锈，忽然有一天塌了，下面的朋友岂不要脑袋开花？即令不塌，铁架孔洞奇大，万一掉下一片碎瓦或一块石头，尊头同样受不了。实在想不通，住在上面的家伙为啥不为下面的人想一想？和这同属奇观的是悬挂高楼的一些冷气机。呜呼，巍巍大厦有7层、8层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层，高处天际，美轮美奂。依然小型皇宫，却每个窗口都突出一个黑漆漆的小棺材，既大小不同，也式样不一。每个小棺材又都有一根输尿管，晃晃荡荡，迎风招展，好像一个雍容华贵的贵妇人生了一身脓疮，把全部美感都破坏无疑。然而我们担心的倒不是美感，而是万一有一天小棺材的支架跟花架一样，由老而锈，由锈而断，忽连倒动，翻滚而下，砸到路人的尊头之上。据我了解，那效果可比倾盆大雨厉害。我们再一次的想不通，有钱的大爷为啥不为路人想一想？公寓的威胁不仅是后天的人造雨和小棺材，也有先天的胎里毒。伯阳先生为了谋生，每天都要经过台北市忠孝东路4段2次之多。每逢驾临到一个名国泰宝通大厦的庞然大物，就怦然心动。心动不是想搬进去住，我可是从没有这种想法，犹如我从没有想搬进无有伊丽莎白2世的白金汉宫去住一样。我之所以怦然心动，是它的窗子，别的大楼窗子都是左右拉的，只有国泰宝通大楼的窗子却是向前开的。窗子向前开，空气的流通量当然比窗子左右拉开的要大2倍。屋主老爷住在其中，可能因此多活3000年，但问题也就出在这上面。向前开的现象是，每个窗户都跟衙门一样做8字形，金属的窗轴是唯一的支柱，这支柱再粗也粗不过放盆景或冷气机的铁架。机令是钢的吧，钢的也有腐烂之日。好吧，俺的窗轴是钻石做的，那就算钻石做的，可是窗架窗框
总不能也是钻石做的吧？窗轴如不先坏，窗架窗框也会先坏。一旦坏了，恐怕倒霉的仍是行路的朋友。如果他不垂直而下，来个天女散花，散到马路之上，坐汽车的朋友也难逃此劫。最主要的是，风力的强度随着高度而比例增加，比例的数字博阳先生一时想不起来。这非关记忆不好，如果你阁下欠我银子，看我记得清楚，只仿佛记得纽约的帝国大厦，如果地面是1级风，屋顶就是8级风，而8级风足可以把一个人像稻草一样卷起来抛到半空，以致游客们不得不像幼儿园一样，大家小手牵小手，或战战兢兢抓紧栏杆，胆小鬼还得用一条绳索绑住纤腰。台北的国泰宝通大厦固然没有纽约帝国大厦那么高，但风力的递增定律却是天下一样。该大楼现在是新盖的，还没有跟台风老爷碰过面，而且机令撑过1次2次。波老也不相信那细细的窗轴能长期抵抗日夜不停的高空强风。万一表演炸弹开花，别人的态度如何我不知道，我自问可是誓不敢当。于是又想不通，当初设计的工程师老爷为啥不为窗外人想一想？写到这里，毕孙女拿了一张表格，叫我老人家填写，表是啥表不必说了，反正是临表弃替，不知所云。尤其使人泪落如雨的是，表上留给填表人应填项目的位置空白奇小，像住址栏的省、县、市、路、街、巷上面的空格小的简直是在主办视力测验。有些空格倒是比较大方，留的位置较大，但也只能大到眼睛可以看见的地步。想要把要填的字挤进去，恐怕得使用世界上最尖的笔，外加上一副世界最精细的显微镜。阅读书籍栏，其窄而且其短，填3本2个字书名的书都得冒汗。一个人一生如果读过30本书，仅填表就能填出近视眼。更想不通制表人为啥不为填表人想一想。这些都是小事，但从这些小事可以看出心理上的症结。浇花水倾倒到你身上，冷气机掉到你头上，窗子把你砸得稀烂，填表填不进，那都是你的事。原主钱大力猛，就是这么干了。不出事实，谁嚷嚷都没用，嚷的嗓门稍大，则招灾进祸。一旦出了事，血肉横飞，棺盖云集，开会如仪，号叫着要追查责任，结果查来查去，除了死人有责任外，谁都没责任。呜呼，这症结跟家家户户的臭鞋大阵一样，是一目了然的。过度的自私和自卑使头脑不清兼老眼昏花。摘自按牌理出牌。好，今天的读书分享暂时到这里。今天我们分享了炫耀小脚、臭鞋大阵、为别人想一想这3个小专题，期待在下一次的读书分享中与你再相逢。